你知道吗？在我们周围存在着无形的磁场，它们在物质世界中产生引力或排斥的力量。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磁场不仅仅局限于物理层面，还可以在心灵和命运层面产生奇妙的影响？磁场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会形成特有的磁场。人的磁场是由阴阳五行、三魂七魄、肉体而形成，磁场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人的命运，以及人的财运、健康、婚姻、灾难等都有着密切联系。磁场与磁场之间也有着相互的吸引力，磁场弱的人交的也是磁场弱没钱的朋友，买或租到的房子也是磁场与风水不好的，找的工作要么不好，好的工作也会不顺。这种磁场相互间的吸引力会使财运、灾难、病痛、婚姻等都不顺。但磁场弱的人要是改变了自己的五行，或买到了磁场风水好的房子，也会改变命运，慢慢好起来。磁场强的人交的朋友都是有钱人，买的房子磁场也好，做生意或工作也会顺利。但人的磁场与身边的环境磁场每时每刻都在变动，这就需要人去想办法认识磁场。有些人本身磁场很好，但因为买了磁场不好的房子，交了磁场不好的朋友，请了磁场不好的员工，都会改变自己的磁场运气。遇到以上情况，乱七八糟的事都有可能出现。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听说过这些事，而有的人本身磁场不好，但住进了磁场好的房子，经常和磁场强的朋友一起，经过长年累月的洗刷，不好的磁场也好了，诸事都顺了，财运也好了，病痛也少了，这都是磁场在起作用。人本身的磁场，生活环境内的磁场，在一起慢慢就会形成特有的磁场。要是这些磁场不平衡或相冲相刑，都会带来不利的磁场。磁场虽然有很多看不到，但很多是能感觉到。比如走进一幢房子，你突然起鸡皮疙瘩，觉得冷或头痛头胀什么的，这就说明这地方磁场不好，容易招来不好的事。磁场好的地方，人进去后会感觉心情舒畅、开朗明亮。人的磁场主要在于人的名字，八字中的五行要相合，不能相冲相刑。而住宅的磁场来源于五行风水，磁场好的房子要是装修乱搞，也一样会成为坏的磁场。磁场不好的房子，要是懂得装修调整不足，同样成为好的磁场。所以磁场是可以人为改变的，人的命是天生的，但运可人为，把命中的不足改变，顺着命，运气自然会好起来。阴宅风水的龙脉最基本的作用是增加后代人的能量，这是成功者的基础和保证。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好人还是坏人，只有具备高能量，才能成为杰出和有名的人物。我们平时总能听到别人告诉你要养好磁场，
但是到底是什么磁场，以及磁场对我们人生中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却没有多少人给你梳理清楚。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的影片可能是全网关于磁场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最全面的讲解了。我将从磁场交互、玄学、住宅、隐性能量、健康等多个方面，全面地与你探讨磁场对我们人生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它们之间看似是独立的存在，但是当你把这些全部了解贯穿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它们本就是一体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了解。这个影片的创作时间特别长，时长也会特别的长，它是为那些愿意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人准备的。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我建议你耐心看完，必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如果你当下没有时间看完，请先点击订阅与保存，以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人的磁场是看不见的，但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磁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的人生。这种磁场是怎么形成的？你的观念、你的信仰、你的环境、你的朋友、你的呼吸、你吃的食物、你的欲望、你的静息与睡眠等都会影响你的磁场。这些磁场就形成你的气质、你的运气、你的命运。一个人的气质很好，外表精神，有修养，有道德，这个人的磁场就好，就会吸引好的事，吸引好的运气。相反，一个人如果磁场不好，则外表没人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没效率。如果磁场再坏，就会走霉运，不好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干什么都不顺，喝口凉水把牙给塞了，放个屁把脚后跟给崩了，总之干啥不顺。这些都和人的磁场有关系。好的磁场吸引好的事，带来正能量，不好的磁场会吸引不好的事，会带来负能量。这些磁场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有正磁场也有负磁场，看你怎么选择，看你怎么做。正能量场就要有积极正面的思想，具有赚钱意识的人经常吸引金钱，而具有贫穷意识的人总是引来贫穷。通过你的思想、语言和行为，他们将为你所意识到的事物打开通道，无论富有或贫穷，都恰如你所想的状况那样满足你。一个人在心里怎么想，他就会是什么样。你一直很害怕的事物总是向你走来，也就是说，你所强烈意识到的事物总是会来到你这里。意识或思想与信念是使我们所意识到的事物找到路径来到我们这里的精神导线。思想是因，与你思想相一致的人生和境遇就是你的果，你的因会吸引来果，这就是种瓜得瓜。你种下什么因，就会收获什么果。你知道这个法则的原理后，你就会运用思想的巨大能量来追求你所想要的一切。你会变得有自信，你会知道世间的因果法则，
你会懂得正确、积极、正面地运用你的思想。人的心脑合一，身心开放后，振频就强了，与天地意识信息振频就通畅了。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善良的、友好的、无我的、为众生做好事的心，信息收发才能自如。人体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信息场，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能量进行交换。爱的磁场。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磁场，因为它和宇宙和谐一致。爱是你身上正面的磁场，你只有发出爱你，才会吸引爱。所以不要只爱你自己的那个小我，要爱周围所有的人，爱你的朋友、父母、爱人、亲人，同时爱你的敌人，爱地球万物，一花一草。你发出的爱越多，你积聚在宇宙间爱的磁场就会越大，同时你收获的爱也就越大。爱是一种物质，一种磁场，你发出爱，宇宙就有你爱的磁场。一个人积聚的爱的磁场越多，他就会吸引更多的爱。当你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宇宙会发出各种信息让你感知到。这就像灵感一样，灵感发生于有爱的地方。孩子和妈妈，双胞胎，恋人和朋友，只有两个人的爱的意识体的磁场，才能让我们能够相互共振。虽远在天涯，但爱让意识体联系到了一体。他有危险他会知道，他有爱他会感知得到。孩子有危险，妈妈会感到有些不舒服。你某一天想起一个远方的一个朋友，忽然你的这个朋友打电话给你。两个相爱的人虽远在天涯，有时也会感知到对方的爱。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广做善事，他就积聚了宇宙间的爱的磁场。当他有危险时，他的潜意识会有感知，身体哪方面不适或出现信号，让他知道，然后避免灾难。就算真有灾难，他也会化险为夷。宇宙间有一个强大的法则，就是吸引力法则。你的思想是有磁场、有能量、有吸引力的。你想什么，你就会发射到宇宙中去，宇宙就会响应你的想法，给你想要的。而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磁场，你发出多大的思想，宇宙间给你的磁场就会有多大。一个广做慈善、发出爱越多的人，他得到爱的磁场就会越大。李嘉诚广做慈善事业，你知道这个世界多少人会爱他，他爱的磁场会越来越强，他会越来越赚钱，好运会越来越多。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为人民、为社会做贡献，社会和人民一定会爱他的。一个国家君王不爱民、不顺人道，就会被民所灭。历代昏庸的君王、腐败的朝廷一定被民众的起义所打倒。一个爱民如子的君主，一定国泰民安，国家繁荣昌盛。一个企业如果做的是有损社会、有损国家、有损的人民的事，一定走向灭亡。
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做大了，要对社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对人民有价值，因为这样你才能积聚正面的磁场，你的企业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社会和人民的磁场是巨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有13亿的泱泱大国。你看，每当国家遇到大的灾难的时候，像98抗洪、03年抗非典、08年的汶川抗震救灾，当国家有难的时候，爱的力量是巨大的，万众的爱的磁场更是巨大的，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你知道那是多么大的磁场，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反之，一个大贪官对人与社会不但无贡献，反而盲目索取，他积聚的负面磁场就会越来越多，迟早有一天天理不容，关进大牢。做任何事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恶小而为之，不要以善小而不为。这和佛家的因果思想是一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做好事升天堂，做坏事下地狱。你能吸引多少爱取决于你付出多少爱，这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宇宙是圆的，宇宙是有因果法则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帮助别人，别人才会帮助你。有因才有果，很多人只知追求果，但不重因。因就是付出，果才是你得到的爱。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包括你在内的大量的低能量人，偶尔也会幸运地遇到高能量的人，他们总是那么积极乐观，总是那么快乐，总是那么具有影响力，你感到羡慕，并被深深吸引，同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那么到底怎么做呢？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是高能量和低能量。正面的高能量 Positive High Energy， 活力、精力充沛、兴奋、热情、全神贯注、多姿多彩、正面挑战、内外合一、自我提升、提升他人。正面的低能量 Positive Low Energy， 安静、冷静、平静、宁静、放松、焕然一新、和谐、当下、充分休息、内外合一。负面的高能量 Negative High Energy， 愤怒、怀疑、沮丧、担忧、急躁、压力。负面的挑战，所有的事情都是问题。负面的低能量 Negative Low Energy， 怨恨、后悔、内疚、嫉妒、自卑、绝望、挫败、羞耻、尴尬、责怪，让所有的负面能量没有空间进入自己的时间内，让自己始终处于80%的正面的高能量和20%的正面的低能量的状态中，人生就会非常积极正面了。这就是人生快乐和成功的秘诀。正如所有的秘诀一样，你必须有意识地去不断操练、实践，直至成为习惯。03，人体的能量场长期以来
人们都对念力抱着一种神秘的态度，既相信它的存在，又不知这一神秘的力量来自何处。而到底这一神秘的力量在哪里呢？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人类自身，是人的能量场通过大脑所发出的意念力。意念力是存在的，它来自于人体的能量场，但人的这一能量场会随着后天不断产生的欲望而减弱。减少欲望，保持心态的平和，多做善事，能增加这一能量场。可以说，德行是人体能量场的源泉。修炼人练什么？就是修炼人的心性和德行。人的意念、信念越专一，这个力量就越大。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常说心诚则灵的道理。佛门中也常讲一分诚敬的一分利益，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为什么胆大的人做事容易成功？因为胆大的人做事果断，意念专一，信心坚定，没有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的层层疑虑。所以只要念头正，越单纯越好，越单纯越容易成功。而生性多疑、优柔寡断的人做事很难成功。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耗能过程，如不人为地加以控制，人的这一能量场就只会减弱而不会增强。胡思乱想的人最耗神，也就是耗气血、耗能量。所以心静养神，心静是恢复自身气血能量的最好方法。闭关修炼再度出山的人，往往容易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他通过修炼集聚了大量的内力心念力。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不同的人能量场的强度也是不同的，但有相同想法人，能量是能够相合的。如佛门的集中助念，有特异功能的人就是通过能量场所产生的意念力，做出了常人所不能做的事。但有特异功能的人在发功时必须高度专注，否则功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发功时有人的能量超常所发出的反对意念力超过他，那么不但不会成功，反倒有可能造成伤害。能量场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只不过存在着强弱的不同及完善与否，它直接与人所秉承的阴阳五行之气有关。阴阳二气旺盛且五行健全的，其能量场就强盛和完美；阴阳二气衰弱而又五行不全的，其能量场就衰弱和欠缺。这个能量场其实就是中医上所说的人的正气，它是人体在阴阳平衡、五脏调和的状态下产生的。人的这一能量场可以产生一种作用力，即时刻环绕在人体的周围，起着维护身体健康的作用，又能根据不同的事情对外产生不同的作用力。静时保护自身，动时向外产生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一能量场在对外产生作用时，与力的原理是一样的，分则弱，合则强。由于人每产生一念，无不取决于心，心是产生欲望的器官，所以人所具备的这一能量场可以说是由心来控制的。心的欲求越多，此能量场也就越分散，对外产生的作用力也就越小。
同时用于保护自身的力也就越弱。反之，如果心的欲求越少，此能量场的凝聚力就越强，对外产生的能量也就越大，而用于保护自身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说，人在无私无欲、清净淡泊的情况下，能量场是最强的，也就是佛门禅宗中所说的禅的境界，抵御外来侵害的能量也最强的。这个时候发出的意念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意念都是此能量场所产生的力的外施作用。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产生的作用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人对某一件事所产生的意念，也是一种力的外施作用，只不过是一种无形的力，它以一种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一心一意做一件事就容易成功，三心二意就不容易实现目标。这一人体所发出的意念力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人针对某一件事都会产生一种想法，而一旦这一想法形成决定，人体的能量场就会依据这一想法，通过大脑向外产生一种作用力，这个力就是人的意念力。但是由于不同的人所具备的能量场不同，加之不同的人对事情的专注程度也不相同，所以能量场所发出的力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强，有的弱。人的能量是一定的，所以要做什么事，你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应该慎重的。你要发财，你要升官，还是要健康，你必须权衡利弊，做出选择。为什么有的人升官发财后身体就突然不行了？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殚精竭虑，把自己的内在能量消耗殆尽，而自己却无从察觉的缘故。恐惧、焦虑、忧愁、灰心等都会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消耗自己的能量，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不愉快的心情。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暗是亏心，神目如电，以此来告诫人们，不要想也不要去做坏事，意淫也最好神，否则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向外发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做了这一件事的信息，无论好事或是坏事，这一信息会一直存在于空间之中。只要你做了坏事，你所发出的信息就会带着你独有的烙印而存在于空间之中，而受害方也同样会发出信息进行寻找。一旦找到，剩下的就是能量的较量了。被人知道的人和事，受害方就会千方百计地与你为敌，从而进行报复；而不被人知的人和事，就会由人的能量场所发出的意念之力在空间进行较量。所以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别人不知道，一旦遭到报应，泄密的就是你自己发出的信息。念力就是施念者能量的外施作用，它是一种力，可以在被念者的身上产生作用。目前就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凡是父母、
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生活学习关注越重，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很优秀。这些母亲到了中年后身体都是相当不好，而那些对孩子比较放任、不大上心的父母身体都很不错。这大概和这些父母的心血释放多少有关吧。祝福和祈祷也是祝福者能量的外施作用，同样能在被祝福者的身上产生作用。之所以宗教一直存在，其原因就是由于有这一神奇之力的存在，所以宗教才兴盛不衰。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形成这一神奇之力的真正原因，所以把它神化了。不同的是，诅咒是会大量消耗自己的能量，而祝福祈祷会增加自身的能量。这也是以祝福为宗旨的宗教之所以能越来越昌盛的原因之一。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做人诚实、守信，经常地帮助别人，就会获得好的赞誉和祝福。一旦有难，就会得到很多人的祈祷，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增加其人的能量场，从而减轻疾病和免除灾难。这是众人的能量在起作用，而不是神力。在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许多有信仰的人并没有避免疾病和灾难，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人生的生老病死，所以如果得不到这种能量的保护，后果只会更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有钱人，你要经常施舍，多做善事，恩泽于民，老百姓就会爱戴你，祝福你，你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富有。反之，如果你自私自利，为富不仁，那老百姓就会诅咒你，你的财运或身体很快就会衰败。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有些富人，尤其是一些暴发户们，大多数都从不或极少做善事，他们靠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起家，因此他们往往衰败得很快。而一些大知名企业、大企业家能够长久不衰，就是因为他们把收入的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老子说，未到日损，未到日损的损，是建立在生存必须的基础上，抛弃额外的贪欲，这才是卫道者遵循的损。损并没有因损而失去，而是转化给了另外的载体，从而不为物累。失去的是贪欲物质，得到的是身心的升华和强大的能量场。这就是有所失必有所得。人为外物所累，必然身心疲惫，与养生不利。对生命而言，时间缩短了，生命的质量下降了，不为外物所累，与养生有利。对于生命而言，时间延长了，生命质量提高了，保护自己的能量也就增强了。最忌讳的是患得患失，患得患失的心态对养生最不利。其实念力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作恶多端，就会遭到众多人的诅咒，而这种诅咒是一种能量的外施作用。如果这一能量超过此人的保护自身的能量，就会在此人身上产生作用，或作用于物。
或作用于人，使其轻者治病，重者损命。当然，如果此人自身的能量场相当强，又有很多的人支持，就有可能对此人产生不了明显的作用，但有可能发生在后代的身上。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后世报。人的意识就是一种无形的能量，也可以称为意念力。这种能量通过人的意识发射在空间之中，形成强度不同的能量波。它可以影响和改变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也可以直接对事物产生改变，只不过此能量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意念力强的人可以改变物体的存在方式，可以影响别人的意识，控制别人的思想，许多看上去是人为因素决定的结果，实际上是必然的规律。拿大家最关心的股票来说，当股价高到一定价位的时候，做空的力量就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大家就会纷纷抛出手里的股票。而当股价低到一定价位的时候，做多的力量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于是牛市就会慢慢到来。因此判断牛市还是熊市，最根本的办法是看哪种意念力占据了主导力量。当然，国家政策、领导讲话都会影响大家的意念力。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但又势力强大，纵然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那么就会有很多深受其害的人在潜意识里希望该人遭到报应。这时这些人就会共同地向空间发射一种能量，并形成一种合力，以能量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人自身的能量场有强期和弱期，一旦该人保护自身的能量场处在弱期，那么存在于空间的能量波就会直接对该人进行攻击。这种能量可以借助任何形式发生作用，或大病一场，或因车祸等事故造成死亡。因此保证身体健康，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正气，就不会受到外来诅咒力的伤害。当然，人不会永远保持能量不衰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所以做什么事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也就是违背事，不然是自取灭亡。日本的江本胜博士所著的《生命的答案水之道》，用科学实验证明了人的意念是具有能量的。人对一瓶水的意念不同，水就会结出不同的结晶。随着人类自身选择的不断变化，会出现不同意识的能量组合，而这种组合出现的结果可能是随机的，它可以直接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作用。也就是说，人类向前发展，会因人类的不同选择产生出无数的念力，因而会出现无数不同的结果。选择在人类自己，这就是道，是一种选择。选择正确，就出现有益于人类的结果；选择错误，就出现有害于人类的结果。04，认识善恶的频率。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中。老一辈人曾讲过的一个人要多做点好事，少做点坏事，要行善积德，如其不然，不光你自己遭罪，
你的亲人还受你的影响，许多人都将信将疑。这是真的吗？我们怎么能看到呢？这不，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给人们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说明，物质就是能量。物理学家已经证明，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固体都是由旋转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粒子的振动使我们的世界表现成目前的样子，显得丰富多彩。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科学家已经测量过人在不同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下身体的振动频率，结果让人大开眼界。大卫·霍金斯通过20多年的研究表明，人的身体会随着精神状况而有强弱的起伏。他把人的意识映射到1到1000的范围，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的状态会削弱身体健康，200以上到1000的频率则使身体增强。霍金斯发现，诚实、同情和理解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改变身体中粒子的振动频率，进而改善身心健康。死人的频率没有意义，邪念会导致最低的频率。当你想着下流的邪念，你就在削弱自己。见高依次是恶念、冷漠、痛悔、害怕与焦虑、渴求、发火和怨恨、傲慢，这些全都对你有害。但信任在250是中性的，信任有益于你。在网上的频率依次是温和、乐观、宽容、理智和理解、关爱和尊敬、高兴和安详、平静和喜悦在600，开悟 Enlightenment 在700到1000。他遇到过的最高最快频率是700，出现在他研究特瑞莎修女的时候。当特瑞莎修女走进屋子里的一瞬间，在场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她的出现使人们几乎想不起任何杂念和怨恨。1000被称为是神的意志或精神，这是绝对力量的频率，甚或更高。传说耶稣在村子里的出现使围上来的人们心里除了耶稣什么都没有。在我们的心目中，小孩是非常可爱的，尤其是那些11、2岁以下的小孩显得非常可爱。如果按照上面的推论来看，小孩本身受先天物质的影响，他不会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他不会尔虞我诈，更不会为了一点利益而勾心斗角。所以小孩的意念是很纯净的。由于小孩的意念的纯净，所以他发出的这个场就特别祥和，使人有一种非常想亲近他们的愿望。如果小孩再长大一点，他接受了许多来自于社会给他的不好的影响，他的头脑里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意识，就会产生争斗心理。这样下去，这个时候他身上带着的场就不太好，使人们不愿意接近他们。有一些长者，他们心态祥和，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们在社会上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他们就把许多事情看开了，放下了。这样他们身上发出的场也比较纯净，有一种使人愿意亲近他们的感觉。通过上文的一些论述，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头脑中意念的善恶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着你和周围人的和睦相处。所以，一个人的头脑里要经常想一些好的事情，用善良、真诚代替你那悲观、痛苦和失望，甚至沮丧，这样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的。5. 了解你的能量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区间，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能量场、精神能量磁场。能场有如鸡蛋的形状，包围在人体四周，但它真正的形状却是因人而异。能场大概有几种形态：树枝状、瘦长形、矮胖形、区间狭窄、非常贴近身体、区间宽广、向外扩张、贴近身体，只在某些部位向外扩散。身体底部区间狭窄，顶端区间宽广，身体顶端区间狭窄，底部区间宽广。以上是能场的几种基本形态，这其间并无好坏的区别，每一种形态都代表个体的独特性。能场的形态也会因时空的差异产生变化，甚至每天都在改变，它随着你的成长不断变化。能量场的交汇。当你的能量场与他人产生交汇时，你也可以马上感觉出，例如某人站得离你太近时，你会认为他闯进了你的安全界限，并感觉到彼此的能场产生交汇，这会令你相当不舒服，觉得隐私受到侵犯，于是直觉的反应就是退后几步，回到安全距离。有时候退后几步这样的动作并无多大帮助，例如当你的能场范围足足有6尺远，或者你身旁的人能场区域也有6尺宽时，单单只是退后几步实在没什么用。再者，也不太可能每次都往后退。当你处在拥挤的人群中时，就无法那样做了。有时你会身处拥挤市区，只一味觉得不舒服，却不知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和别人的能场产生交汇，而你却毫无察觉。当别人的能场与你产生交汇时，你多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些感觉，因为大部分人都习惯只表现正向积极的感受，而较少传达出负面消极的部分。然而，负面消极的情感却会明显地呈现在能场中。如果一群人出去玩，一个人情绪不好或不安不愉快，我们很快能感觉得到，甚至因而被影响。在交汇的能量场中，你多少能感觉到他人的情绪起伏、人际关系、经济状况、家庭生活、职业、压力以及种种感受。此时，你可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开始去思考一些未曾想过的问题。另一方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因为毕竟他人也同样能感受到你的一些感觉。能量自动互换。当你在拥挤的人群中待上了一阵子后，可能会觉得很累，这是因为你与别人的能场产生交汇，而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能量交换，就像冷热混合时产生热量的转换，你的能量也与别人互换了。即使你身在人群，
当中有许多人感到疲倦、不舒服，这时你的能量会很自然地被他们吸收。这样拥挤的人群甚至会令你很快就觉得筋疲力尽。这是为什么老人或病人喜欢和年轻人共处的原因之一。他们与年轻人或健康的人交换能量，这是一种自然的转换过程，非靠意识使然。为什么有些人去看一下病人，自己就生病了，或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现在有些地方还依然保持一些传统，某月或某日不要去看病人，不要参加红白喜事。当时感觉比较迷信，然而确实有这样的见闻。从能量心理学的角度，这跟能量场有关系。人和自然之间总有一定的能量互换规律，和中医学阴阳五行相生相克、阴消阳长等规律有一定的关系。佛学的角度也讲轮回的规律、万物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界限。如果你能先认清自己的能量场界限，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它。你可以运用思想的力量，将能量场往外拉，就像伸手把一件物体拉进你身边一样。感觉一下能量场界限有什么改变，制造一个泡泡。当你将能量场拉近后，用一个透明的泡泡将它包围起来。此时你必须花几秒钟的时间，想象有一个泡泡包围在你的能场四周。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得到。这不只是一个幻想，你确实已经运用思想的力量创造了某些东西。下次当你在身处人群时，停下脚步，花些时间将能量场拉近，并用一个透明的泡泡将它包围起来。之后当你再度独处时，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是不是觉得比较舒服而且有精神呢？与家人朋友相处时，但你与家人朋友相处时，别忘了这个方法，随时保持泡泡的存在。因为人们的能量总在不知不觉就产生互换，这个做法并不会使你变得冷漠无情，它只是你准备开始转变的一个起点。你仍然会有感觉，别人也一样有其感受，唯一不同的是，你会更清醒而专注，不再受交汇能量场中的情绪干扰而产生散乱，并且沟通也会变得更清晰、开放和直接，身边的人也因而感觉更舒服。保持独立的情绪空间。几乎大部分人都会被混乱情绪所困扰，你务必要保持独立的情绪空间，以便能够重整和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这是你要认识自己之前非常重要且基本的步骤。假使你对外在情境的反应不是基于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你必须将它理清。保持自己独立的情绪空间将会对此有所帮助。你是不是也时常思考，成功是努力争取得来的，还是受隐态世界的影响？阴阳既要平和，那究竟是哪个因素起主导作用？我曾经看过《了凡四训》，改变命运的法门。相信命由己造，既然今生今世的所受种种是前世所种下的因，那今生如何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究竟是愿力大还是业力大？统治一切的如果是业力，
那么神通是如何改变业力的？神通如果大不过业力，那么通过神通改变的命运又如何理解？愿力不及业力时，那么神通风水调整的是风水还是业力？如果只是改变了业力发生的时间顺序，那么不规则的顺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果报推迟或延迟？在循环往复的六道轮回中，还是会遭遇到呢？在延迟的过程中，能否削减业力呢？比如一个判了死缓的重刑犯，在死缓期间可以戴罪立功，期望减刑，由死缓变为无期，由无期变为有期。业力是佛学的专有名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我们造作的行为会形成一股力量，将来使我们承受各种果报。业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它为什么与果报相互关联？这里又与神通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分析。佛学理论认为，因为众生有种种的欲相与欲望，其意念就有意志与方向，而有欲相就会造业，有业故有果报。众生起心动念，对于外境与烦恼，其种种心去做种种行为。佛学称这种行为为造作，也称为业。在造作过程中，会招感到将来的果报。从果报来看它的原因，就有所谓业的因，从业的因到业的果报，这就是所说的业力。这种业力可以分为实际行动和思想行为。实际行动是我们现实社会可以感知的造作过程，而思想行为属于意念力方面的内容，同样具有强大的作用力，它与神通紧密相连，或者说意念力本身就是神通。业力可以分为自身作用和他人作用，而最终产生果报。自身的业力在为实现某种愿望而设定时，也就是愿力。这种愿力可以起到克服一切困难，最终取得胜利的作用，也可以称作为精神聚众。当年红军长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杀出重围，就是靠这种精神聚众，这种神圣的力量，实际上也是最大的愿力。如果向反方向发展，愿力更可以产生大恶，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那些灭门惨案、反人类的种种罪行都属于这种。从表象上来看，业力与果报因果循环成为一种规律，就像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主席说过的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古人也曾做过这方面的思考。2000多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老先生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曾提到自己的志向，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想要搞懂人与天之间的内在变化关系。他这种思想体现在他的巨著《史记》中。他写陈胜吴广曾立志苟富贵，勿相忘，
但真正富贵了，却把贫贱朋友忘了，最终灭亡。他写项羽是盖世英雄，举义灭秦，大小70余战，所战必胜，但最终因战而亡，败于垓下，自刎乌江。他写韩信为智慧的化身，文韬武略，谋兵布阵，但却阴谋而亡，参与谋叛，被吕后诛杀。高阳酒徒历时其因酒而得宠，最后又因担酒而被烹。这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敢于冒险成功的，最终因为冒险而毁掉自己；善于使用心机的，最后因为心机而亡。那些因为貌美而得宠的，最终因为美貌而牺牲掉自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为什么呢？这些都是业力作用的结果。能不能改变业力呢？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个人物，那就是汉高祖刘邦。司马迁把他写成是一个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在当泗水亭长时参加吕公的寿礼，为了做上宾，随便喊出1000金的寿礼，其实分文未掏，欠的酒钱到了当皇帝还没还。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把他描写成好色之徒，因此《史记》写成于汉武帝时期，却被汉武帝定为谤书。司马迁上奏给朝廷那份《史记》，被武帝一把火给烧了。流传下来的是辈分，是司马迁藏之名山而流传下来。从刘邦的经历来看，我们不排除他有这样品德上的瑕疵：好酒好色，胆大妄为，但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是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的家伙，连1000金的虚账都敢报，欠酒店的几杯酒钱可能早忘到脑后去了，两手空空就能娶到美女吕雉，那当然有色胆去招惹别的女子。可就这样一个人，却有他的胆量。他敢冒杀头死罪放走刑徒，他敢揭竿起义推翻秦王朝。他在攻入秦国首都咸阳后却一反常态，不单酒好色，不贪图珠宝钱财，而是丰府库，及利民，还均罢赏，而且与民约法3章，秋毫无犯，显现出了他的大志向。贪财好色是不是刘邦的业力呢？一个连酒钱都付不起的人，见到这些王宫的财宝，该不该动心呢？尤其是见到了王宫的美女，更应该是垂涎3尺。可是他有更大的志向，更大的抱负，或者说是更大的愿力，使他最终战胜了业力，放弃了眼前的一切。愿力怎么就不可以战胜业力呢？业因果报的因果循环现象存在于我们现实的客观世界中，但对它如何解读，却有着不同的方式。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意念力的作用。那么意念力的作用本质又是什么？归根结底还与能量流有关，是隐态秩序最终作用的结果。有一个治疗鼻黏膜增生的案例，患者在与东营的一位医生电话沟通后，病情显著好转，但当他前往东营面诊时，这位医生为他开了10副药，服用后却没有任何效果。几天后，
他在梦中遇到了一位老者，为他进行医治，并告知继续调理的方法。最终他的病情得到了痊愈。还有一个风水调整的案例，某团队前往内蒙古通辽进行风水调整，在他们动身前，客户的运气就已经开始好转，尽管当时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安排。这种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些情况可以被理解为意念力的作用或业力的作用。当起心动念去调整客户的命理运程时，这个造作的过程已经开始，并逐渐产生了预期的结果。类似的意念力现象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但由于产生的能量流高低不同，其作用结果也不相同。高能量的必然产生大的作用力，得到比较明显的效果。有的效果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当给一个人有好的意念力的时候，他就可能就有一个好的结果。当对某些人有怨恨的时候，给他们一个不好的意念力，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坏的结果。如果大家都对某个人、某个国家、某个事物产生怨力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作用力，产生让人难以置信的结果。这就是共业所感，如地震、海啸、泥石流等大的自然灾难，都是共业所感的问题。千夫所指，其人必死，以及小人鱼等也是共业的效应，有的能让我们能够感知，有的不能感知。一个医学大师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他的家里共有大唐仙和保家仙，母亲患病3次开刀，腹部有一个足球大的病灶，不知是癌还是瘤。找到他时是准备要第4次开刀，当他答应为他做处理时，他的母亲于晚上梦到了一个人来到家里为他治病，用手将他腹部中的球状东西推出去了。醒来后感觉病情减轻，再到医院检查时，腹部中的病灶不见了。所以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意念力，实际上是调动了隐态秩序，因此它也属于神通的范畴。神通是不是可以改变业力呢？当然是可以的，但光依靠神通那是万万不行的，还要调动自身的能量，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最终改变业力。这个过程与治病的过程是一样的。中医用药治病，只是将药力作用在关键节点上，调整阴阳失衡的生命状态。西医抗毒消炎，同样是遏制住体内的病毒，让身体机能最终战胜这些入侵者，最后恢复身体健康。这个过程不光是用药来治，还需要调养。俗话说3分治7分养，调养是为治病服务的，是最终战胜疾病的基础。神通改运如同医生治病，只起到了杀灭病毒和调整阴阳的作用，完全康复还要靠自己调理。神通只是在关键节点上起到了转变阴阳、遏制不利因素的作用，它还需要克服自身的努力，战胜业力，克服缺点，将思想意识调整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那才能最终改变业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量子物理学的多维空间理论是解开隐态
态世界的钥匙。多维空间的隐态世界是三维空间显态世界的折射。隐态世界的灵体是现实世界生命结束时携带着生命信息的能量场与生命体分离，凝缩成能量团进入多维空间的信息场。它承载着生命信息，是生命体的本源，可以重新结合成为现实世界的各种生命体。就人类而言，生命信息能量场是生命体的起搏器、存储器和解码器，它启动生命的程序，记忆存储生命信息，具有对其他生命信息场解码或被解码的能力，同时协调支配人的行为意识，因而关系着人的命运。这种影响即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又在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制约着人的行为意识，因而对人的运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易学理论将世界分为阴阳两派，以我们所在世界为阳，那么多维空间的隐态世界则为阴。这是一个普通肉眼看不到的隐态世界。人类生存的世界有三种物质形态：固态、液态、气态。20世纪中期，科学家确认了肉眼看不到的第四种物质形态等离子体态。至上世纪末，又确认了第五种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和第六种费米子凝聚态。基本粒子中所有的物质都是费米子，是构成物质的原材料，如氢子中的电子，组成质子的夸克，中微子，传递作用力的粒子，光子，介子，胶子。 W 和 Z 波骰子都是波骰子。按照 n 等于8的超对称理论，宇宙除了4维空间外还有4维，这个8维宇宙叫做超空间。我们习惯上降3维以外的空间称之为多维空间。8维宇宙是由费米子居住，物质可以透过自旋由4维空间转入费米子居住至8维，又可由8维转为4维。而在此后的超弦理论认为，无论是波骰子或费米子，都是由一样东西弦组成。美国物理学家史瓦兹的超弦理论研究表明，在每个基本粒子的内部都有一根细细的线在振动，科学家称这根线为弦。不同的粒子内部的弦有各自的振动模式，这种振动产生一个个粒子，每个基本粒子是由一根弦组成的。因此超弦理论认为，粒子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弦在空间的运动。各种不同的粒子只不过是弦的不同振动模式而已。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相互作用，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可以用弦的分裂和结合来解释。弦的运动非常复杂，以至于3维空间无法容纳它的运动轨迹，必须有高达10维空间才能满足它的运动。在弦论的基础上，美国物理学家提出，除了3维空间和4维时空之外，还应存在6个空间维度。这些隐藏的空间维度以极其微小的几何形状蜷曲在我们宇宙的每一个点中，可以接纳任何可能的形状，而且都与自身的世界相一致，具有其自身的物理学规律。多维空间中，肉眼不可见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
与生命体分离的信息能量场。尽管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明其物质构成，但它是以物质能量团的形式存在于多维空间，并可以在高低维度中相互转换，有着自身的运动秩序。这里将肉眼不可见但客观存在的生命信息能量场运动秩序称之为隐态秩序。这个隐态秩序庞大且复杂，但仍有规律可探寻。研究隐态秩序以及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改变医学预测只算不解的传统观念，对于防灾、解灾、转运具有重要意义。但隐态秩序是以能量形式存在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生命现象是以隐态和显态两种形式存在。显态形式是我们人类可以感知的生命现象，由能量与质量两种物质相互结合而形成的生命体。隐态形式是我们普通人不能直接感知的，以能量形式存在于多维空间的生命现象。部分以隐态形式存在的生命形象具有一定的超自然能力，可以影响甚至制约人类生活。自从人类进化到具有自我意识以后，对探究隐态秩序与超自然力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由于这种超自然力和隐态秩序不具备科学范畴所具有可逆性、即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因此有关超自然力的研究也就不具备科学性。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将它归属到思想文化范畴。这也就是我们讲易学、讲风水、讲宗教后面都要加上文化的原因。现代的天体物理科学与量子力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特异功能人士的研究，为开展隐态秩序以及超自然力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现代天体力学的宇宙的大爆炸学说认为，我们的宇宙是由宇宙原点，这个具有数十亿度高温的能量体，在146亿年前以核裂变的形式瞬间大爆炸所产生的。大爆炸产生了具有质量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又在能量与质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宇宙物质世界。在大爆炸过程中，宇宙原点喷射出大量的星云，弥漫在整个宇宙世界。随着星云的冷却凝缩，质量大的天体逐渐俘获了质量小的天体物质，形成了大到星系、小到分子、原子的物质结构。生命现象就存在于各种物质结构的空间中，普通肉眼可见的显态物质世界为阳，以能量形式存在的普通肉眼看不见的隐态世界为阴。生命现象存在着三种形式：一、能量与质量相结合的地球表面生物体，在太阳系与地球表面的空间中，即人类、动物和微生物。二、存在于分子、原子内部空间中的生命现象，主要是能量成分，含有少部分质量，即隐态临体，它的存在要依凭于某种物体，包括空气。三、完全以能量形式存在的高级生命现象，如佛菩萨、各教教主的本体以及显化应身，可以在宇宙间往行无碍，无需依凭任何物体。灵体规则千万条，
能量高低是关键。隐态灵体是如何对人的运气产生影响的呢？简单的说，是靠影响人的思维来完成的。隐态世界的灵体是以能量场的形式存在，而人的大脑这个产生思维意识的器官由140亿个神经元组成，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换是靠电能来实现的。这些集合起来的生物电形成了一个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与隐态世界的能量场本质是相同的，两种能量场可以相互沟通，甚至相互介入，进而可以实现其信息场的转换。具有易学思维和其他有灵感的人，根源于这个运动着的能量场，在变化转换中获取信息，这就是信息源，与隐态世界密切相关。3. 隐态运程影响运程的机制。隐态世界的灵体对运程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对运程产生反方向作用力的是负多维空间和四维时空的灵体，它们的目的是重新与生命体结合或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当人按照生命信息场走完生命的最后进程，信息场由周身向内凝缩到一个点上，形成一个能量团，与生命体分离进入多维空间。这种信息场是完整的，可以重新与生命体结合或进入高维度的空间。如果意外死亡或提前终止生命进程，信息场不能凝缩成完整能量团，因而进入负多维空间。这类能量团至多能进入四维时空，而无法与新的生命体结合，这就需要获取能量，修补信息码，提高能量级别。而能量主要来自人体信息能量场，最易获得能量的是具有血统或血缘关系的人，能量场相同或相似最易兼容，其次是灵体认为会对其有帮助的人，这就是那心地善良、爱帮助别人的人。在灵体看来，他们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虽然个体隐态灵体难以获取这些人能量，但他们可以发挥集群优势。2006年10月9日，在山西长韩高速公路上，山西省劳动模范、中华慈善总会形象大使、收养救助47个孩子，被称为爱心妈妈的申静女士车祸遇难，年仅45岁，肇事车逃逸，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善人恶报是我们身边经常见到而无法理解的现象，正因为你行善，更有得以善人自居。隐态灵体都来求助于你，如果超过所能承受的量，就会被放翻在地。相反，如果某种原因促使隐态灵体离身而去，运程会扭转过来。2000年春，在北京航空大厦，一位名叫王军的小老板租了一个22平米的标准间，办理旅游签证业务，生意惨淡。3月中旬，2个持枪歹徒闯进办公室，用手枪顶着脑门，抢走了身上所有财物。而1周后，他的运气开始扭转，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北京买下1辆轿车和2套房子。他之所以运气不好，是因为身上附有大量的不良隐态灵体，而当枪顶在脑门时，吓跑灵体，认为这个人完蛋了，赶紧挪地方，
捣乱的灵体一走，运气自然好起来，这是偶然现象，但其中包含必然的客观规律。处理隐态灵体问题，通行的方法是为其做超度，这不单单是一种仪式，是具有高能量信息场的人利用信息场的兼容性，将自己积蓄的能量输送给隐态灵体，以修补信息码，增加能量，提高空间维度，使其具备与新的生命体结合的能力。高能量的大师可以准确预测重新结合的生命体将生在何方，性别以及身体特征。自身能量不足的人为灵体做超度，并不能提高灵体的能量，达到超度目的，而且这些灵体还会跟在这些人身上。有些寺庙的僧人并不具备超度灵体的能量，不但大量做超度，而且还将亡者灵位供奉在寺庙内，造成寺庙内灵体聚集，佛光不见。如果家居请佛在这样的寺庙开光，就会把灵体请回家去，佛菩萨没到位，灵体再受香火，运气不升反降。如果是由附体的大仙帮助请佛，就会把动物灵体请回家去，供奉一段时间后，运程就会受到影响。有关动物灵体与人的运程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这里只说明大部分动物灵体的本意是亲近人，保护人，给人提供帮助，因不了解人的社会往往帮倒忙。另外，当身体能量处于低潮时，去灵体聚集的地方，如事故现场、医院停尸间、陵园坟地等，也会导致灵体靠身。灵体求助于人，会帮助人阶段性提高运程，聚集财富，以便请到有能力的高人解决灵体的需求，而往往人们并不懂得其中因由，灵体会反过来打压运气，造成运程忽高忽低，直至醒悟为止。神州华夏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们还怀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供奉各种神灵，无论是佛菩萨还是其他已修成果的神灵，都具有极高的能量场，存在于高维度空间，都能提升供奉者的能量，带来各种福报。如果出现相反现象，运气不升反降，那么法相内就一定不是所要供奉的神灵，而是对运程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良隐态灵体。因此，安放在佛位要由高能量的法师用法器将法相内的不良隐态灵体清除，运用高能量装藏开光，清宅净室，才能将佛道神的能量常请到位，才能转变运程。接下来我们从风水预测方面来解读影响命运的各主要因素，找出影响个人运程的原因，消除不利因素，争取有利因素，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增加成功，减少失败，使处于低谷中的个人走出困境，使生活顺利的个人能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神通风水，它包含风水和预测两方面的内容，是建立在传统的易学文化、阴阳五行的风水理论基础之上，
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预测风水等未知事物对人的影响，是将传统的易学文化在风水和预测方面做了向前延伸和向外扩展。在向前延伸方面，以现代的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学为理论根据，讨论能量与质量的转换关系和各种生命体存在的空间。我们的宇宙是由能量和质量构成的物质世界，它的形成是经过由能量到能量与质量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发展过程。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最初是由一个能量体宇宙原点，或者叫做原始原子，一个被压缩到没有空间、具有几十亿度高温的宇宙起点，蕴含着极大的能量，大约在140亿年前以核裂变形式瞬间发生大爆炸，开始形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又在能量的作用下，在形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宇宙大爆炸的过程中，喷射出的物质是以星云的形式弥漫在整个宇宙空间。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质量大的物质俘获了周边质量较小的物质，形成了大到天体、小到原子的各种物质群体。如在太阳系中，大质量的恒星太阳俘获了9大行星，围绕其旋转运行。行星又俘获了比它质量小的卫星等等。小到原子，具有绝对质量的原子核吸引核外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即使在原子核内部，也有各种微粒子等物质运动的空间，并且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这个由物质运动形成的空间中，存在着各种生命体。我们人类和地球生物是存在于地球表面和太阳之间的空间中，而作为生命体的本源，各种灵体则是基本以能量的形式存在于包括原子核内部的各个空间中。人的生命体是由质量和能量相互结合构成，能量部分主要是热能、生命体能和神经系统中的场能。生命体结束后，生命的本源灵体与人体分离，热能回归自然，场能进入另一空间。刚与人体分离的灵体含有部分质量是具有形质的能量体，普通肉眼可以看见其状若割卵，似烟似雾，蜿蜒离体。有眼通的人可以看到其状如4、5岁婴儿，通体赤金色，跳脚走路的形态。有鼻通的人可以嗅到其临终前身体的气味，这是因为灵体还有形质。随着时间推移，灵体颜色会越来越浅，气味越来越淡，最后变得透明无味，基本上就是以能量为主体了，可以重新与生命体结合，投生为各种生物。如果继续在多维空间修炼，或者受到人间香火，就可能带有香味，接近修成正果了。修为好的能往生佛界的人，离体的信息能量团是已经没有形质的，完全是由能量构成的，可以进入高维度的空间。尽管目前还不能对其进行量化的分析研究，但我们普通人还是可以感知到。2008年3月24日，北京潭柘寺安保系统的监控录像中发现神秘的飞行光球。央视法制频道做了报道，
怀疑神秘光球是不明飞行物 UFO， 其实就是佛祖及护法诸神夜游古刹，给我们留下了难得一见的圣迹。而具有天眼通的人是可以看清佛界诸神的全貌，神通示现人间时，如果在场的人注意观察，会发现光团出现时，手机、指南针以及其他电子仪器会受到干扰。高级别的神灵不会是独自巡游，它是由不同级别的庞大的护法队伍组成，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能量流。2008年6月，北京前门大街23号院在装修施工中出现了种种怪异现象。风水师胡元刚老师在为其调整风水时，罗盘指针不能定位，感觉似有人在拔动，这是因为院子里众多的隐态灵体运动时产生的能量流，干扰了罗盘的定位功能，在为其做完超度法事后才恢复正常。一般来说，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风水师都会遇到这种现象，在隐态灵体聚集的地方，或者是大的神灵占据的风水宝地，都会出现罗盘不能正常定位的情况。因此，能量高低是决定阴阳两界地位的先决因素。在向外扩展方面，神通风水将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概念扩大到宇宙的隐态世界，以我们现实的三维显态世界为阳，以普通肉眼感知不到的多维空间的隐态世界为阴，探索隐态世界与显态世界的关系，研究个人运程与阴阳两界之间的关系。隐态世界是以能量形式存在的生命体世界，是我们现实世界的折射，既有与现实世界相同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形成一个庞大而有序、有着自身运动规律的隐态秩序世界。我们知道，阴动则阳生，阴在前，阳在后。隐态秩序在影响人的命运因素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查清影响命运的隐态方面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命运的问题。在以风水理论延伸和扩展的前提下，我们来讨论预测问题。这是一个大家都渴望得到的答案。我们为什么能预知未来的和未知的事物？未知的是可能已经发生的，但还有所不知的事物。未来的是将要发生的事物。这对每位参与社会活动和经营活动的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增加成功，减少失败。预测未知事物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以数学模型为主的方法，也是现今普遍采用的主流的预测方法。所有预报类的预测都是以数学模型辅之以其他科学手段的预测方法，这是相对科学的、比较稳定的预测方法，但它却无法解决突发性、不确定性事物的预测。那么也就有了第二种预测方法的用武之地，占卜类的预测方法。易经八卦就属于这种预测方法。它之所以能够准确预测未知的事物，这与隐态秩序有关，是我们的先者创造了这样一套信息符号系统，能与隐态秩序相互沟通，是由隐态世界中的神灵为我们提供未知事物的信息源。因此说，易经八卦是一部人神共识的信息符号系统。我们在研究中会发现，
所有的预测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以随机的方式提取信息。为什么要以随机的方式呢？主要是用这种方法可以获得由隐态秩序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创建出可用于解读的信息符号。这个信息符号除了易经八卦以外，可以用扑克牌提取信息，也可以用数数排盘的任何方法来提取预测信息。正因为这套信息符号系统是我们事先设定的，人和神都认识的符号，所以我们可以解读蕴含在这个信息符号之中的各种未知事物的信息。我们的命运分先天命运和后天命运，先天命运与生俱来，八字造就，这是命理专家研究的对象。今天不在这里讨论，在这里着重讨论的是后天命运，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它是变化的、波动的，而且是有规律的。我们就是要搞清其发展变化规律，大致可分如下几个方面。一、思路的正确与否是影响命运的直接因素。二、隐态秩序可以影响人的感觉、意识和思维逻辑，从而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影响命运重要因素。三、阴宅风水是根基，是影响命运的基础。四、阳宅风水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对人的命运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我们分析思路对命运的影响。当人类有了自我认知能力后，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行为的成功与失败，因此是影响命运的直接因素。这种影响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的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这取决于个体智商的高低、文化程度、社会经验和思想性格。另一方面是外在因素的影响，这里指的是与人的思维属性相同的隐态秩序的信息能量场，它可以对人的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产生影响，做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命运的基础是建立在第一个方面的，只有那些智商高、性格伟大、判断能力强的人在竞争中才具优势地位。比如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活动中，我们如何来预知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失败？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体会，100个人都说能成功的项目，最后可能往往都不成功；100个人都认为不能成功的项目，往往却可以把它做成功。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多数人认为成功的项目，就会有很多人去做，竞争增强了，客户和资源减少了，结果失败了。大多数人认为不成功的事情，那是因为有比较高的门槛，人们很难跨越过去，所以很多人不敢做。其中的少数人迈过这个门槛，他就成功了，而且竞争者少，往往会获得超额利润。这些往往都是智商高、素质好的人才能做得到的，因此它是命运的基础。其次是外力作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指隐态秩序对人的分析、判断能力的影响。不管你智商有多高，基础有多好，当你不能用自我意识、自我思维掌握自己的命运时，
就会做出错误的抉择，造成失败。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第二，隐态秩序对命运具有重要的影响。先谈谈隐态秩序影响命运的机理。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思想的支配，而这个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现代科学认为是人类进化的结果，而我们的思想是通过遗传和社会实践获得。佛学理论认为，承载思维意识的是生命能量光阴团，它承载着往事的记忆信息，无限轮回。这种光阴团在与人的生命体结合时，体现的是主宰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当人的生命结束时，这种能量团进入多维空间，即我们所说的隐态世界。从本质上说，它与人的思维意识具有相同的物质属性，因此是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隐态秩序的能量团可以影响到现实世界人们的思想行为，因而也就影响到了人的命运。谈到隐态世界，不得不谈多维空间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问，隐态秩序中的隐态灵体，它们究竟在哪里呢？它们存在于多维空间中。现代的量子力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宇宙产生于146亿年前，当时的宇宙原点是一个由基本粒子组成的没有空间的能量体。这个能量体以核裂变的形式瞬间爆炸，喷射出大量的星云，弥漫在宇宙中。爆炸产生了物质，形成了物质间的空间。因为有了空间，也就有了运动，有了运动才有时间。喷射的星云按照万有引力的作用力，以大质量的物质为核心，俘获质量小的物质，形成了大到银河、小到分子原子的各种物质空间。比如以银河系为中心，由大量的恒星组成，以太阳为核心，行星围绕太阳运动，形成了一个有序运动的天体。小到一个原子，其原子核相当于太阳系中的太阳，围绕其旋转的核外电子相当于太阳系的行星。原子虽小，但具有与太阳系相同的物质运动模型。我们人类生活在行星表面的太阳系空间，而在原子核的表面同样也有生命体存在。即使在原子核的内部，基本粒子运动的空间中仍有生命体存在。所不同的是，它是以能量方式存在的各种生命体。我们所说的隐态秩序就存在在这个空间里，它与我们现实世界生命体之间可以进行从能量到质量，再从质量到能量的相互转化，也可以相互作用。这个隐态秩序是在有序地运动着，当它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处于无序状态时，对人的命运就会产生影响。具体可以分为3大类情况。第一类是神灵秩序，第二类是人的隐态灵体，第三类是动物的隐态灵体。3种情况可能同时出现，相互作用。先说人的隐态灵体。人的生命体结束后，其灵体根据能量的高低、生前的修为，最高的可以进入佛界，其次是天界，也可以重新与人的生命体结合，投生到人间。稍差一点的，走出生道，
投生为动物，最悲惨的是走恶鬼道，下了地狱，还有的成了飘荡的孤魂野鬼。影响人的命运的主要是后两种，他们大多数非正常死亡，即俗话所说的横死。他们居无定所，四处飘荡，或者在地狱中受煎熬。为了解脱困苦，他们会找自己的后代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寻求解脱。隐态灵体属于负能量的光阴团，在找他的后代时，为求后代能够帮助自己而与之接近，阴阳能量相互作用，会中和掉身上的能量。从量子力学方面说，就是具有正负能量的粒子相互碰撞可以湮灭，从而消耗他们后代的阳气，影响其命运。再说动物的隐态灵体，我们人类都是经过千百次轮回到如今，都曾经投生到畜生道，因此携带生命信息的光阴能量团与动物的，尤其是有灵性的动物的，本质上是相同的，也就是可以相通的。被人类伤害的动物的灵体进入多维空间后，仍可以记忆伤害他的那个人，寻机报复，成为仇家仙。这两种灵体往往与神灵世界密不可分。在我们市场经济时代，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供奉各种神灵，以祈求人们福报，这本身并无过错。但是大多数人不了解隐态秩序的运动规律，因而招惹了麻烦。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点。供奉神灵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烧香引来了外鬼。很多人不理解，我烧香供奉佛菩萨，怎么会招来了不良的隐态灵体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佛菩萨的作用，他们是普度众生，救苦救难，与你无关的众生都可以得度。你家里非正常死亡，没有投生的灵体当然会找到你，请求你度他。而我们每一家都有一个保卫系统，就是门神和灶王爷组成的护卫系统，他们能够有效地阻止没有关系的隐态灵体的进入，但按冥界规则，他们没有权利阻止与这一家有血缘关系、血统关系、债务关系的灵体进入，也无权阻止前来复仇所债的动物灵体、仇家仙的进入，追偿因果。而当这些灵体进入这个房宅后，门户洞开，其他灵体也会大量涌入，改变这家人的命运。供奉神灵最重要的程序是开光装藏，其关键程序是清藏和清宅净室。世上无净土，每一个空间都可以有隐态灵体的存在。不良的隐态灵体更愿意藏在神灵的法身内，因为这个地方最安全。如果没有经过清藏的程序，将佛菩萨和其他神灵请回家去供奉，可能就带回了其他的隐态灵体。佛菩萨没来，小妖小怪们在受香火，他们吃饱了攒足了力气，就可以危害人间了，供奉的人也就开始倒霉了。如果将法身请到家时，没有清宅净室，佛菩萨和其他神灵也可能不到位。这如同国家领导人到某个地方视察，当地的军政机关是要将地痞无赖和危险分子清理出去，确保领导的安全。佛菩萨作为至高至上的神灵，
请他们到家同样也要清斋经食，否则很难能请到位。如果领导没有到位，摆了一桌酒席，谁来享用呢？那就可能是别的游手好闲的人来享用了，你烧的香可能也就引来了外鬼。所以很多供奉佛菩萨神灵的人运气没有见好，反倒更加恶化。不要怀疑佛菩萨没有保佑你，而是佛菩萨根本就没去。如果请佛到家了，必定越过越发。隐态秩序对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人的命运的影响，还体现在我们对宗教的理解和对神灵秩序的认知方面。所有的宗教，除道教以外，其主旨是解决人们死后的问题。佛学理论的六道轮回解决了人的生从何来、死向何去的问题，即了断生死。基督教习死后的归宿是天堂和地狱。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但丁的成名作《神曲》所描述的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场景。伊斯兰教死后的归宿也是天堂或者地狱。只有中国的道教讲求修仙得道，强身健体，阴阳双修。因此在与宗教的关系中，尤其是佛教，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修佛，其终极目的是了断生死，解脱烦恼，究竟涅槃，归bản佛界。这个层面上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佛者，他们基本上能够遵守佛家戒律，积德行善，克制贪嗔痴，追求无我的色即是空的境界。另一个层面是广大的信佛之人，这些人信佛是为了求人间福报。很多人是看了别人家请了佛之后，日子过得好了，自己也跟着学，请尊佛菩萨回家供。这个层面上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佛者，但他们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既然信佛了，就可能少做坏事，多做善事，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很多人是以信佛为起点，最后走上了修佛之路，从自利利他的菩萨道走向觉性圆满的佛道。问题也就出在这一类人身上，往往是信佛和修佛相互交差，概念混淆。明明是债台高筑，危机四伏，还要违心地对别人说我看开了，钱财是身外之物。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渴望财富的，就像新媳妇刚过门，明明肚子饿，还要假意的让一让，不吃不吃又盛上，饿了就是饿了吗？缺钱就是缺钱。当财神听说你看开了，不需要钱了，那还给你聚什么财？既然你已经看开了，就再接着空下去吧。神灵有他自身的规则。在北京有一个做佛教用品的小老板，接触信佛的人、修佛的人多了，也跟着吃斋念佛，剃光了头，结果生意越做越糟。于是他来问我的生意怎么越来越差？我说你不是已经看空了吗？那还管他什么生意好坏？他说我没有看空啊，我还要养家糊口，我还想多挣点钱，多做点善事呢。我说既然你没有看空，为什么吃斋念佛？他说那我可以开荤吗？
我说，当然可以，神灵世界很讲理，该你享用的人间福报你还是可以享用的，当你吃够撑了，自然也就不能再吃了，那时候修行也不晚。姜子牙当年上山修道的时，他的师父派他下山辅佐武王，师父告诉他应该享有40年太平宰相的人间福报，能得道而不必修仙。这位小老板开了戒了之后，运气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非常不解地问我其中的道理。我对他说，你以为吃饭喝酒就是你一个人在吃吗？你身上的神灵也在跟你一起享用，他们还没有修成，还需要吃荤，你给他们断了，他们没得吃了，还保你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人与神灵秩序中的关系。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有时一天不吃不知道饿，有时干吃不觉得饱，没有饥饿感的时候，是要就餐的神灵没来，干吃不饱是身上的神灵没有吃饱。还有的人饮食嗜好会发生变化，一个阶段像是这一种食物，另一个阶段完全不想吃它，而另一个阶段就想吃另一种食物。有的人有时候很能喝酒，有的时候就完全不能喝，这些都与神灵秩序有关，有关隐态世界对命运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其主要的方面做介绍。佛菩萨及佛界诸神对命运的影响，佛界神灵系统对人的命运影响是巨大的，也是长期的。从时间角度说，可以涉及到几世；从承接关系上说，可以涉及到几代人。前世修佛之人或者谤佛之人都可能在这一世产生不同影响，体现不同的命运。祖辈修佛积下功德，可以对后代产生影响，祖辈毁佛其业力也可以降临到后代身上。对于我们每个人修佛供佛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前世之因，今世之果，过去之因，现在之果，现在之因，将来之果，因果循环，果报不爽。从神灵系统角度说，佛教系统相当于我们的党组织系统，它是一个有严明组织纪律的、有目标、有方向的组织，而且居于领导地位，主管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工作。佛修传入我国后，与本土宗教、道教相互融合，形成了相互依托、共同发展、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宗教文化现象。道教有各级严密的组织，有明确的分工，小到村官、土地正神，管床的床神，管厕所的厕神，负责守卫的门神，大到掌管天界的高级神灵，无一不在，形成一个庞大的管理隐态秩序的系统。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显态世界中的人，无时无刻都处在这个庞大的隐态世界所存在的空间中，鱼龙混杂，繁盛同居，隐态秩序与显态秩序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互为依托，既有和谐，又有矛盾。处于和谐状态中的人就运气通畅，处于矛盾状态中的人就运气受阻。我们在这里就是要研究处于矛盾状态的，
与隐态世界不和谐的各种问题。从人类来说，我们生命体结束后应该正常的进入下一个轮回，但是非正常死亡的，因为肢体不全，信息场不完整，不能正常轮回。解决的方法是为这些灵体做超度，重新进入轮回。动物的灵体，他们的要求比较复杂一些，有的要投生，还有的要修仙得道，要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安排。最重要的是供奉神灵要正确，只有把这些事情都调理好了，运气也就会相应的发生转变。第三，阴宅风水是根基，是影响命运的基础。阴宅风水既堪于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经历代先师的探索总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理论。这里我们不展开论述，我只就隐态秩序与风水关系的问题阐述如下观点。阴宅风水也是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能量与质量的相互转换原理，第二个层面是隐态秩序的运动规律。先说能量与质量互换，我们人体是由质量和能量共同组成的生命体，这种生命体含有三大类蕴含能量的光。我们把存在于周身由人体热量产生的红外光称作物光，将携带生命信息的能量场所产生的光称作灵光，将存在于骨骼中的具有遗传信息作用的光称作胎光。三光合一是正常的生命体，生命结束，三光分离，物光回归大自然，人体不再有热量，灵光进入多维空间，投胎转世，胎光随骨骸入墓，入墓的胎光与其具有血统关系的人的光谱排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传递信息。入墓的胎光存在于阴宅，它接受自然界中一切有效的元素，比如宇宙射线、太阳射线、风、沙、雨、雪、气等等影响，吸收其能量并传递给后人，滋养着后代。因此古代堪舆学中强调阴宅风水要山环水抱，要能够藏风聚气。典型的风水地脉一般都是既有来龙又有去脉，后有座山，前有暗山，左右有护山，其形状为抛物面。我们知道抛物面具有聚焦的功能，能将所有的能量聚到一个中心点上，那么这个点就是血点。阴宅风水都要符合这个原理，因此我们看那些埋藏在不能藏风聚气的地方，或者是放在祭骨式的骨骸，其后人往往会命运滑坡，后劲不足。阴宅风水又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很多官员企业家命运逆转，大多数是阴宅风水发生了变化，有的是因为规划需要迁移坟地，有的是新兴建筑需要迁移坟地，还有的是开山取石，挖沙取土，改变了坟地周围的地貌，不再具有藏风聚气功能，因而影响了阴宅风水。另一个就是埋藏方式不符合风水原理。我们说人来自大自然，最终还要回归大自然，而一些丧葬习俗影响了人类回归大自然的条件。对，
墓室全部用石块砌筑，阻碍了胎光与后代灵光之间的沟通。B. 公墓下葬，存放骨灰的墓坑用水泥浇筑，上面加盖石板，这也同样阻碍了信息传递。C. 用玉石制作骨灰盒，其道理也是相同的。历史上秦始皇的陵墓最为壮观，但2世而亡。秦始皇名为秦王子孙，但实为吕不韦之子，是吕家的风水结晶。西汉的诸王盛行的是用玉棺下葬，现代出土的汉中山晋王刘胜身着金缕玉衣，安葬于玉棺之中，可是他的后代却坐失最金，丢失王位。到了玄孙刘备，要靠编席子卖草鞋过日子，因此说丧葬从简和天理，豪华墓葬不利后人。再说另一个层面，隐泰秩序在阴宅风水中的作用。一位老板的亲属请风水师看他们家的坟地风水，这个坟地完全是用水泥修筑的，上面没了一个圆圆的顶。风水师询问他们，你们家的人是不是胸闷和头晕？他说，家里人一直胸闷头晕，到各大医院都查不出毛病来，这就是隐泰秩序产生的作用。他们的先人被葬在水泥岩封的墓穴中，出不来进不去。风水师对他们说，如果我们夏天坐在小轿车里不开空调，闷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老祖宗待在水泥封密的墓穴里，夏天太阳暴晒，如同烈日下闷在轿车里不开空调，祖先待在那里不舒服，就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后人，让你们也不舒服。这就是隐泰秩序的作用。有一位搞建筑的老板，他的母亲突患头疼疾病，在医院查不出任何问题。后来发现他爷爷奶奶的坟地年久失修，放牛的放羊的在上面放牧，留下了密密麻麻的蹄印。老板将坟地添土整修后，母亲头疼的症状消失。我们每年清明节都要扫墓，祭拜祖先，这个作用是什么呢？阴阳同理。我们现实中如果2位老人住在偏远的山沟里，多少年也没有人去看，周围的邻居、乡村的领导会尊重这对孤独的老人吗？邻里会用好眼看你吗？我们经常祭拜祖先，将坟墓打理得很规整，周围的人会说这个坟地的风水不错，后人发了，开着轿车来的，周围的隐泰灵体也在那里听风声，听到谁家好了，赶紧捧着这户人家，越捧运气越高。如果多少年也不去祭祖，孝不孝心先不说，人们看到了满是荒草的坟墓，坟头也快平了，看到的人往往会说，这个坟地多少年没有人来过，不是败落了，就是没有后人了。周围的小神灵听到人们的议论，也就不愿意去理这户人家，甚至还会欺负他们，当然运气也就越来越差了。第4，阳宅风水是我们休息生活的空间，是影响命运的直观的重要的因素。阳宅风水也可以从2个层面来分析，一个是阴阳五行方面，这里不做重点论述，另一个也是隐泰秩序方面的影响。
阳宅风水可以分为普通的平房民居风水和现代的小区楼房风水，还有别墅区风水。平房民宅对命运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大的。从隐态世界来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在电动磨米机普遍应用之前，人们普遍采用石碾、石磨来加工粮食，现在大都仪器不用了。按照传统风水学，碾为青龙，磨为白虎。如果磨扇分离，碾陀着地，必犯白虎张嘴，轻则伤筋断骨，重则损伤人口，小则伤小口、牲畜，大则伤人口。厕所安放的方位也很有讲究，如果在东北属于压青龙脉，男主人抬不起来头，厕所最好放在西南坤位，与猪圈挨在一起。厕所为白虎，猪为黑煞神，白虎害怕黑煞神。小区楼房往往大面积开发小区，下面可能会有坟地、寺庙、打谷场、水井等等，这些都会对居住的风水产生影响。至于格局的影响，可以按照阴阳五行的风水理论来解决。关于神通风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它是由具有神通的人与隐态世界相沟通，将隐态世界的运动规则传达给人们。教会还不具有神通的易学工作者，用易经八卦的信息符号系统来解读隐态秩序的信息，查清影响命运的隐态秩序方面的原因，解决因隐态秩序影响的命运方面的问题。生命现象与隐态秩序管理，从古至今，各种宗教信仰都在关注生命现象，包括现实的生命体和以隐态形式存在的各种生命体。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既有普遍规律，又存在着各种特殊的现象。幸福家庭有着相同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有各自的不幸。我所阐述的生命现象是针对影响人的运程而言，研究不能正常流转的生命体对现实生命体产生影响的机制。因此论文题目是隐态秩序对运程的影响，讨论这一客观存在的以神通风水理论可以解释的问题。至于各种生命现象的产生、发展以及灭度的规律，不是简单的一篇论文所能够阐述清楚的。仅佛学理论对生命现象的阐述就已经浩如烟海，其中的瑜伽师地论一部大经，有些人穷尽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参透。人的阳寿到底应该是多少，这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也可以以绝对值来评定，那就是生命体中的细胞从发生到衰老的过程。在生命细胞还没有衰老之前，生命体就已经结束，那就是阳寿未终。生命体当中以能量形式存在的生命本源，就不能正常的与生命体分离，进入多维空间，犹如木材燃烧，心尽而火灭。只有木材完全燃烧，才能化为少量的灰烬，能量部分进入多维空间。如果不能充分燃烧，那就会留下它的残体部分，或者是残骸木炭，没有完全回归大自然。易经的命理学可以从人的生辰八字、
测出人生的变化信息，但这只是一种信息而已，并不是生命现象的必然。如果说富贵天定，八字造就，那就没有必要研究风水，研究命理，并且来调整它，来改变它。生命信息不等同于生命现象，生命现象纯属自然科学范畴，而生命信息却包含了思想文化和隐态秩序方面的因素。一个拥有正常生命体的人，明知道吸毒的结果，却偏要去吸，那么他的生命信息也就改变了，提早结束了生命。一个身患绝症，生命垂危的人，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在亲友的鼓励下，自己又树立起战胜病魔的斗志，从而创造奇迹。因此说，生命信息是可以改变的，大意预知过去未来，佛法再造命运人生。非正常死亡涉及到隐态秩序管理的问题，这其中有前世的因果、今世的造业和意外因素等等。就从隐态秩序影响运程这个角度而言，绝大多数是意外死亡的和不该死亡的灵体。隐态世界管理着正常果报轮回的灵体，该去佛界的去佛界，该在六道轮回的重新在六道中流转轮回。但有两大类灵体流转受阻，不能正常轮回。一类是生前作恶，今世造业没有资格投生的，关押在地府的灵体；另一类是地府不应该关押的，生命信息码不全的，无法正常轮回的灵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阳寿未终、非正常死亡的灵体。他们是地府不收，轮回不能，在虚空中游荡，给亲属、给朋友、给社会制造麻烦的就是这一类灵体。隐态秩序管理灵体，违反律条要关押在地府，期满后放出来，但不等同于就能投生。而那些没有违反律条却意外死亡的人，地府是不收的。这就是为什么因作恶而被枪决的人，他们要在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才来寻找他们亲友的原因。地府关押已经期满，但生命信息码不完整，还不具备投生资格的灵体。因此说，生命体的正常终结是一种生命细胞衰老、瓜熟蒂落的正常现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神奇的能量。能量无从触摸，却又真实存在，万物皆有灵之说法，不如说是万物皆有能量。关于能量学说，无论东方西方都由来已久。西方人的能量一词多见于物理学，是物质做功的能力，用来度量物质运动，是物质运动的量化转换。简单来说，闪电、风力、光源都是不同种类的能量。以人体来说，食物卡路里转化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能量，不同能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课本里早就有计算能量的公式和其单位焦耳、千瓦或卡。能量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比喻人的活动能力。我们通常形容这个人精力充沛，其实也就是说，此人具备充足的能量来供应其日常的活动。这时候能量就不简单是个物理度量，
成为了一种不易估算的、没有国际计量单位的无形物质，难以解释其来自何处，去向哪里。东方人对这种无形的物质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研究方式，虽没有量化的测定自然界万物的能量数据，却更细致地分析了各类能量的差异和互相之间的作用关系。例如风水，阳光能量充足的房间可以杀死很多有害细菌，令主人健康；朝向不妥或形状歪斜的房间容易滞留不尽的空气。某些特殊位置的植物和摆设可以改变气场，改变能量移动的路径。要选择积极的人群为由，来获得积极的气场和能量。又如中医认为，人体得病是因为原本平衡的阴阳能量之强弱，虚实在转换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当的变化，载送能量之气的流动遭遇阻塞，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不同的治疗，目的是使能量得以平衡到健康状态，往往也考虑诸多因素，如天、地、人的相互影响。天、地是指人体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时空环境，人体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域，甚至场所和空间，人体能量是会受到影响，并发生各种或好或坏的变化的。中医的草药学、营养学、针灸和按摩、运动等实体框架其实已经很好地说明能量是可以调整和补给的。草药种植和采摘的时期和地点，其土壤和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能量直接关系到草药的效能。服用草药改善饮食结构，通过食物之能量可以补充自身之能量。针灸和按摩调理气，疏通不通畅的能量运送。气功、太极拳等传统运动也是通过练呼吸得以练气，疏导经络，以达到能量转换之平衡。更提倡于室外山清水秀之处练习，得以获得大自然的良好能量补充。可以说，中医的阴阳、五行，中国的健康养生之道，无不和能量学说紧密相关。日本如同中国一样，信奉万物有灵，灵气 Vitality 这一独特的源自日本的能量理疗，现在也已常见于很多高级水疗场所。学习灵气疗法只需要由一位灵气导师启动灵气频道的程序，再教授及实习如何运用灵气为自己或他人做治疗。经过灵气导师启动灵气频道后，运用灵气的能力便会一生拥有。然而，此理疗师本身的素质似乎也关系到是否可以提供灵气理疗。好的灵气理疗可以舒缓压力、情绪及身体的紧张，令身心灵之能量平衡。灵气理疗师们在学习和练习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个人修养和素质，来纯净自己的心性，以获得能量。和中医相似的印度医学阿育吠陀 Ayurveda 认为人体有7大脉轮，这些脉轮的产生是因为身体中有很多生命的能量在流窜，流窜时的运行所循之路径就是脉，沿着脊椎的主要中脉和盘旋而上的左脉和右脉的交汇之处，就产生了脉轮，由下至上
分别是海底轮、生殖轮、脐轮、心轮、喉轮、眉心轮、顶轮，而这些脉轮是否通畅，则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能量和功能运作。印度医学相信，大部分人的脉轮都关闭或沉睡着，而瑜伽的练习则是要刺激和唤醒这些脉轮。这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很像武打小说里常说的气功打通身体经脉。印度极为注重和信奉精神世界，印度教民众深信宗教及自然能量能给人体带来强大的修复能力，相信去印度寺庙虔诚祷拜可以化解身体的一些疾患，从而取代了就医。现代医学则显然把此归为心理暗示的作用，得以提高了人体的自愈能力。在中国，除了佛教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能量支持之外，其实源于本土的道教自古以来更注重能量的交换和摄取，以作为养生之道，且几千年来形成的方式各式各样。例如辟谷，通过停止进食来令身体排毒，但又不仅仅为身体的排毒。再到教导师的指导下，辟谷到一定阶段时要让身体促生真气，并通过练习采集能量，令辟谷之人的身体能量充盈。与东方以呼吸、气、精神力量或宗教作为引领的能量学说不同，西方的能量疗法多来自于自然界的有形物理能量，例如水晶、玉石、纯金甚至石头等稀有矿物产生的磁场能量，动物或植物的生命能量，甚至阳光、水流、空气的自然能量。西方的占星学和东方的生辰八字命理之说却是十分类似的。简单的说，就是根据宇宙大能量的变化，影响到了个体小能量的产生和变化，并根据一定的变化周期和规律得以推算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一个孩子的出生日期、时间可以推算出性格、为人以及成人后的种种，往往十分理说中六七。当然信不信由你。无论这些五花八门的能量来自何处，如何形成、聚集、获得、消失，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人们在生命的旅程中希望获得的是令人愉悦的，令精力充沛，缓解压力，放松身心，从疲劳和不佳状态中恢复出来的正极能量。这也是如今众多一流的水疗场所尽心尽力想要为客人们提供的独特服务。能量疗法从硬件到软件的方式和方法各异，而检验是否有效的方法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那就是体验能量理疗项目。离开该水疗的时候，您是否已经焕然一新了？有关灵气，一种对中国人来说介于禅修和气功之间的异国能量疗法。灵气 Viking 一词在日本指宇宙能量，是一种利用宇宙能量供应人类所欠缺的能量，加速自愈能力的方法。一般情况所损耗的能量可以从运动、饮食和大自然等途径获得补充，倘若补充过程长期出现问题，能量耗用过多，便引致身体、
精神和心灵均会产生不适，使人容易患上感冒，脾气转坏和变得抑郁，甚至发展成慢性疾病。其创始人臼井具有仁慈及精明的个性，他是一位不喜欢浮夸的人，有强而壮的身体和对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并小心翼翼地面对。他亦是一位多才多艺者，博览群书使他对历史、地理、医学甚至宗教及心理学等均有认识。灵气不单是用来替人解决病痛，亦能透过德行及修养去解决人们心灵上的问题，达至心理及生理具十分健康来亨受人生。接下来将从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的层面来揭示生命的奥秘和疾病与健康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宇宙的一切说透了，就是物质、能量。物质的周而复始变化，物质是看得见的，能量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能量，这和个人的修为有关。物质是能量聚集的结果，气是物质释放的能量，这是现代人，包括科学家对生命物质现象的最根本的归纳。也就是说，能量和物质实际上是一不是二，但是物质也好，能量也好，它们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们都承载着一定的信息。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就是能量加信息，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你明白了，你再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就如同1加1等于2一样简单了。而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是由缘所决定的，缘聚缘散，决定了能量的存在形式。任何物质、能量都是信息的载体。物质、能量可以认为是中性的，是万物共有的本质特性。拿佛家的话讲，它没有任何分别心，而信息就不同了，是分别一切物质的标识。正是因为它的不同，才导致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从微观世界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所承载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比如我们吃的食物、用到的物品等等。但对于虚空中气、能量所承载的信息，就只有极少数修炼人和清净心到达一定程度的人，还有就是有缘的人，诚信可以感受得到。道家和佛家的修炼说白了就是从这两方面来修的。道家偏重的是能量、气的修炼，佛家偏重的是信息、心的修炼。气功原理，以前很多人不相信气功能够治病，不相信气功师所发出的信息，但不可否认，有的人就通过了气功师的信息治好了自己的病。为什么信的人就能够管用，而不信的人就不管用？其实道理太简单不过了。我们都用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如果你不调到那个频道，你就根本不会接收到那个频道的节目。相信气功师的人，就好比他的接收频道调到了气功师那个信息的频道，所以气功师的信息就能够进到他的空间，来影响调节他的患病的物质身体。所以气功的本质就是用信息、念头、心意来对物质身体的细胞进行调理。
从而达到治疗健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大小，就取决于发功者和受用者本人定力、念力的大小。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接着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都是物质，而且都是承载着不同信息的物质。而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信息，信息也具备能量，没有能量，信息也无法存在，所以它也绝对会我们的物质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心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亚于物质、食物、水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许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都会在饭前让孩子们先闭目合食，对食物进行感恩，也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这个做法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会起着很好的作用。它的原理就是上面所说的道理。其实无论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在饮食时都应该如此。这样的习惯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你以一颗感恩的心，在有食欲的愉快的状态下吃一顿粗茶淡饭所获得的能量，绝对要大大多于在无食欲、无心情状态下吃的一顿山珍海味。不仅如此，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为什么修炼的人首先都要清修，即要尽量减少起心动念？其实这个道理也十分简单，人的念头一动，就必定要伴随能量的消耗，念头越多越重，消耗的能量就越多越大。道家真正修行的人，他们都能够从虚空天地汲取天地的能量来弥补自己身体的不足。看看现在许多大师们，不否认他们通过自己以前的修行得到证悟到了一些东西，但现在由于他们放不下名利，整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消耗着自己大量的能量。佛门有言，大千世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其实就是从根本上认识了这个物质世界的本性。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我们对健康的认识，我们就会找到解决健康问题的本源。什么是病？可以说，病就是承载了不健康信息的细胞聚集的结果。这些不健康的信息，有的来源于我们吃的被污染了的食物，但更多的往往是我们不净的念头自己污染了我们的细胞。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精力充沛，我们分解细胞的能力也很强。虽然细胞被污染了，但我们还有能力去分解它，所以我们身体内的不良细胞数量也有限。外在也显示我们很健康，但是当我们吃进越来越多的承载着恶的信息的食物，喝着被污染的了水，呼吸被污染的空气，还有那些所谓治病的药物后，我们身体就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能被我们分解气化掉的恶细胞。这些承载着恶的信息的细胞，不仅大量吸收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而且还会积聚起来，慢慢堵塞我们的经络，堵塞我们的血管通道，
最终我们的身体病了，坏了，等死了后，依靠大自然的外力，火化、腐烂，才会慢慢化掉我们这些病态的细胞。但还有一个道理我们必须知道，就是往往一个人越是小心谨慎，越是怕受到污染伤害，那他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为什么？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大的心量、包容心，那么一切的外事外物就很难伤害到他。坏的有毒的细胞，它也是物以类聚，它们在体内也是会找到一个适合它们生长环境的地方聚集起来。聚集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这时我们就病了。以肿瘤为例，肿瘤就是有毒细胞积聚的结果。当你通过手术把肿瘤拿掉后，如果你制造有毒细胞的源头尾端，包括有毒的饮食、恶的心念、不良的生活习惯、外在精神方面的压力等等，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它还是会找到一个新的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积聚起来。这个时候西医就认为是肿瘤又转移了。西医对癌的分类也很有意思，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高分化的恶性程度最低，低分化的肿瘤恶性程度最高。其实说白了，就是高分化的癌细胞毒性低，相对容易被气化分解，而低分化的癌细胞就是毒性太高，我们身体几乎没有能力来让它分解。知道了这个道理，癌症的治疗就再明白不过了。一，不要再生产有毒的细胞了，这可以。一，通过改变你的心态，别再怨恨了，别再计较了，总之改掉一切不良的心性。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太难。二，不要摄取再有毒性的食物，腌制、油炸的、烧烤的、化学添加剂的等等有害于健康的食物。三，远离空气不好的环境。空气实际上是我们需要的第一能量，它对我们健康的程度远远大于食物和水。四，远离让你闹心的人事环境、居住环境，给自己一个好心情。二，增加自己的气血和能量，这可以。一，好好睡觉。现在没几个人能按照自然规律来好好睡觉了，不好好睡觉就不能及时生成你需要的健康的血液。二，放松身体，通过气功、太极拳、打坐等增加自己摄取氧气的能力，打通自己堵塞了的经络，血脉畅通了，摄氧能力足了，你的气化分解食物和细胞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贪心的后果，如果你注意观察时，你就会发现，贪心重的人往往一得病就是一个大病。贪心重的人，他们往往很容易升起严重的嗔恚心，也就是很严重的恶念。而心态平和、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有病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小病。所以你身体的好坏、病的轻重，往往取决于你恶念的程度。对于很多病人，当你改变了贪心、怨恨心的心态后，你会惊喜地发现你的病也不知不觉消失了。
我们的宇宙充满着能量，这个能量是带有信息的能量，这些能量在变成物质的时候就会带有原来的信息。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心念不会对自然界产生影响，等到这个世界充满的怨愤不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界都会发生大的变化。现在的地震、旱灾、水灾频频发生，人们是到了该检讨自己的时候了。我们居住的空间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信息的空间。人类要想使世界和平安宁，就要从改变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多一个善念，就是向空间提供了一份善的能量。善念多了，大自然也会给我们带来风调雨顺的环境，我们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反之，多一个恶念，空间就多了一份恶的能量，恶的能量聚集起来，带给我们的就是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念佛就是向大自然空间提供善念的最有效的方法，化解带有毒信息细胞的方法。一、增加气血水平，也就是增加自己体内的阳气，这是靠外力来化解毒细胞的方法。二、靠改变新的念头来使毒细胞的有毒信息由恶变善。现在流行着一种性理治病的方法，代表人物就是东北的刘有生刘善人。其实这个原理就是通过念头的由恶变善而使得毒细胞的信息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变善的细胞容易分解所致。吃药是以毒攻毒的办法，有时候当时是觉得有效，因为它的确杀死消除了原来那个积聚了不健康信息的物质，细菌、病毒，但它本身却又是积聚了毒性的物质存在了你的体内。这个含有毒性的物质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又会变成新的使你不健康的因素。有因必有果，这个因造下了，果迟早是会出现的。现在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第一可以说是生活方式病，第二也可以说是西药药物所导致的终身疾病。其实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源头上去掉病因。怎么找？我们可以按照饮食、起居、环境、心性分别去检讨自己。前三个一般都容易解决，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从内心上自省一下，你的内心是否长期怀有怨恨、焦虑、恐惧等不良的信息源？这些恶的信息源不除，想治好病是完全不可能的。怨恨、焦虑往往会使你的细胞带有毒素，而恐惧往往会直接快速地卸掉你的能量。仔细分析一下，你自己就会都感觉愚蠢之至。当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通过体检，经过医院化验这高那高，这不正常那不正常，我们往往第一想到的是吃什么药能让这些个指标恢复正常，而不去检讨自己为什么会不正常，不去检讨自己在这之前都做了什么不正常的事，自己的身心在这之前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我们能懂得真正的养生之道，理智地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
就不难找到真正的原因，然后消除这些不正常的原因。那我们不是很快的就会恢复正常吗？我们来分析一下医院的化验检查结果是怎么回事。其实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一部生物机器，需要外来的食物、空气、水，然后通过我们体内的酶以及五脏六腑的运化来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能源，也就是血液。血液是我们身体的能源，但还不是能量。血液继而濡养我们的细胞，细胞分解转化成气，气才是我们最终需要的真正能量，是我们一切活动的直接动力。周而复始，气足了，消化能力才强，也就是造血能量也强，这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才是良性循环。当我们的精神、饮食活动长期不正常的时候，你自己想想，你还能生产出正常的产品血液吗？血液的指标会正常吗？不正常了怎么办？医院马上会让你吃药来达到所谓的指标平衡。而当这些药物进到你的身体后，你想想看，这些身体本不需要的东西长期进入你的胃口，你还想造出原来你所需要的纯净能源、健康的血液吗？不能。不能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就是你脏腑的病变了。这些加工厂不能正常工作了，你也就生产不出纯净的能源了，你的动力自然就会下降，周而复始，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从而加速走向死亡。把食物变成血液需要吸收能量，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因为只有睡觉时候，我们才能基本停止向外供应能量，而把能量向五脏六腑供应，才能吸收能量造血，而把血液变成气，也需要火。这个火可以理解成我们的肾气元精。说白了，这个过程就是细胞的生成与死亡。细胞的合成需要能量，细胞的分解释放能量的过程就是细胞的死亡过程。新陈代谢，周而复始。其实很多人也许根本不知道空气、水和食物这三者到底哪个更重要。现在的人往往只注重食物，顶多在注重水的质量。殊不知，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最重要的能量就是空气，这是我们片刻离不了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其的供应状况，包括量的大小、质量，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程度。我们的食物变成血液，血液变成细胞，细胞最终分解释放能量，统统和它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在练气功的时候会感到那么舒服？就是因为我们放松身体后，加上深呼吸，使我们的细胞得到了最充分的能量供给所致。再来谈谈水，最好的水在哪里？第一是植物蔬菜水果里的水，这是充满生命的水，也就是说，这些水是充满能量的水，能直接作为能源供我们使用。还有就是地下水，这也是高质量的水。最差的水就是被污染的水，包括了被自来水公司用漂白粉处理过的自来水，它不仅生命力远远不如前两种水，而且还带有有害于我们身体的信息。
疾病从微观上讲，就是我们身体内的细胞不健康了，就是细胞所承载的信息是恶的，细胞变成了不容易被分解气化掉的物质。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绝症，主要一点就是空气和水质的污染，还有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变得贪得无厌，怨恨丛生。怨恨之毒无时无刻不在让我们的细胞变得恶化，而不当的西药更是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变得越来越脆弱的重要因素。下面讲讲传染病的道理。从能量、物质、信息的角度讲，任何疾病都是具有传染性的。我们不少人可能都有这个知识，就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一个体内阳气很足的人，如果他一旦得了传染病，那么他的传染能力是特别强的。这是因为他体内有充分的元气来分解那个带有病毒的物质，分解了的病毒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所以附近的人就很容易被传染，成为这种疾病的患者。所以体弱的人得病一般传染性都很弱，慢性病的传染性也很弱。因为一方面慢性病患者的身体本身就弱，另一方面慢性病患者他体内的毒素不是很强，体内自愈系统一般对他也不大敏感，不会调动大量的元气来攻击分解它，所以这些慢性病就不容易好，但它会慢慢消磨你的身体。其实一个病人他的疾病，他在传染的过程就是他在恢复的过程。我们经常会说，一旦我感冒了，等我传染给别人的时候，我也就快好了。好，再来说说为什么修炼的人到了一定时候会生一场大病。其实明白了上面的道理，这个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修炼的人修什么？修的就是自己的元气，而一般人是没有这个本事的。一般人只能补充后天之气，补充气血。修炼的人不仅能补气血，更能修补元气。当他的气血和元气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的气化能力，也就是分解那些平时分解不了的有毒细胞的能力会大大增加。一旦达到了这个点，体内的毒素就会被气化分解。气化分解的结果就是普通人所认为的得了大病。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个现象的本质，而把它真的当作大病来治，尤其是用了西医西药的方法，那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过去修行的人在闭关修炼的时候都要有人来保护，防止的就是被不懂的人所误害。实际上不仅修炼人如此，就是常人，当他的气血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也会出现生病的现象。而这个时候人们往往用西医西药来对待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越治越坏，最后真的就病入膏肓了。我们平常多半的生病现象，往往就是身体在分解有毒细胞的过程，也有人称之为修补或自愈的过程。所以你要是个有智慧的人，当你出现生病现象的时候，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自己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这样你才不会被错误的治疗所伤害。再来解释一下辟谷。
辟谷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方法，吸收天地的能量，加上节省用来分解食物的自身能量，集中精气来分解体内的有毒细胞，也就是体内的毒素。所以当真正开始辟谷的时候，身体会渐渐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就是毒素开始分解的一个现象。你知道什么是同气相求吗？同气相求是大自然的一个根本法则。同气相求，求什么？求的就是具有相同信息的能量，自然界的一粒种子，一个生命。为什么它会长成那个样子，而不是其他的样子？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大自然中具有和它相同信息的能量。心想事成是每一个人的梦想，那么如何实现它呢？道理也很简单，你只要具有实现这个梦想的坚定信念，那么具有这个信息的能量就会向你聚集。总有一天你会具备实现这个梦想的能量，最终你会实现这个梦想。有一本在全世界流行的畅销书《心想事成的秘密》，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疾病与健康。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当你生病的时候，那你就去想如何做能健康就好了，千万不要去想如何治你的那个病。想不生病和想健康表面上看是一回事，其实完全不同。想如何健康，你就会很快健康。老是去想吃哪个药能治你的病，老是担心失去健康，老是想你的病如何，那你就会永远被那个疾病缠绕。为什么？因为再有那个疾病信息的能量老是被你心中想的那个疾病信息吸引，所以你就总是会被这些不良的信息所包围。好好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当你生病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好的。也就是说，当你不想病的时候，它才慢慢好起来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当你专心致志长期做一件事的时候，蓦然回首，你的慢性病，你的顽疾在不知不觉中康复了。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人写了一本书，叫《病是想出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就道出了生病的奥秘。信息与能量，其实不同的信息体现在能量上，就是能量的频率，振幅不同。学过物理学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下面我从信息这个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安慰剂有时候能够起到治病的效果。在医学界，人们经常用安慰剂试验来对比药物的疗效。其实我们知道信息和能量这个道理后，这个原理就再简单不过了。当一个人对安慰剂有着足够的信心后，那么这个安慰剂里就带有能够治疗他的疾病的这个信息。信心越强，能量疗效就越大。其实很多药物的发明和制造发明者的信心有着直接的作用。当发明者和所有的患者都认为它有效后，那么这个药物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就会非常显著。这就是相信这个意念的强大作用。生命中能量的得与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当你充满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的时候，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当你打开智慧之门，法喜充满的时候，你获得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当一个人真正发一个大的善愿后，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反之，当你内心充满怨恨、恐惧、无奈、嫉妒、烦恼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迅速流失，加速衰老与死亡。尤其是恐惧，它会让你的能量顷刻间丧失殆尽，失去生命。知道了这个秘密，你该知道了如何让身体健康，如何消除疾病了吧？这一切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绝对不能是装出来的。虚荣心也是极为消耗你的能量的。人在说谎的时候是很消耗能量的，这一点你必须知道。修炼修什么？就是修的让自己法喜充满，具足智慧，放弃嗔恚心，让内心充满安详，建造一个充满祥和的能量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家庭或单位的时候，如果你有足够的感应能力，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家庭或单位是否和谐。这是因为在这个小空间里聚集着人心念好坏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不仅影响你的心情，更能影响你的健康。还有在与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个经验，就是有的人会给你很舒服的感觉，让你很有亲近他的念头，而有的人就会让你很紧张，也很不舒服，一刻也不想和他在一起。其实这些都是和人的心念有关。很久以前的时候，有些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他们有着菩萨一样的心肠，病人到他那里不用吃药，病都能好3分。为什么？就是这个充满祥和之气的能量场让病人感到心情舒畅，心情舒畅，病自然就会退去。而现在大多数的医生不是想着如何让病人减少痛苦，而是盘算着怎么才能从病人的口袋里多掏些钱出来，好让自己拿的回扣能多一些。这就是现在人之所以看不好病的其中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首先要知道心念的重要性。善念感召的是健康和吉祥，恶念感召的是疾病和灾难。这绝对不是迷信，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很久以前就听净空老和尚多次告诉我们，清净心能解毒，慈悲心能消炎。开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今天我终于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所在，如何获取能量。实际上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能量的获取与释放的过程。除了从饮食中获取能量外，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还需要从虚空中获取能量。这个能量的获取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虚，静2字而已。虚极，精读是道家修炼的最高层次。在这个状态下，天地的能量可以随时为我所得。首先你要静下来，静下来代表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而虚才能开始从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
而能吸收到什么样的能量，则取决于你的内心。你有什么样的内心，你就会感召到什么样的能量。这就是同气相求、物以类聚的道路。智慧是什么？智慧其实也是一种能量，而且是高级的、看不见的能量。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其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的智慧。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为什么他们做事就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他们是心念一动，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来帮助他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智慧能量的来源需要我们能虚己静笃，来从天地吸取。一个静不下来、虚不下来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大智慧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人拥有的能量大小是和他的心量完全成正比的。他的心量有多大，他吸取的能量就会有多大。能量越大，能力就越强。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内在的能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做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能量代价的。其实，无论是生命的过程，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能量的收放过程。我们说，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他往往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但任何人的能量状态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该干的时候干，不该干的时候就要韬光养晦。起心动念皆是能量的消耗，我们的能量消耗主要是通过起心动念消耗的。你每发出的一个念头都是通过能量的消耗来完成的。佛道为什么强调心要清净？其实就是要你减少起心动念，减少能量的消耗。什么是禅定？禅定就是身体几乎处在能量不消耗的状态下，就和电脑待机的状态差不多。一个人命的能量构成，我们知道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人，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同的。命看起来复杂，其实说透了也很简单。从能量的角度讲，一个人的命无非就是由体能、智能、德能三部分构成。再细分的话，德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根，慧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干，体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枝叶。一个修炼人修，也就是修这三个方面。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养好我的磁场，涵养我的能量。我祝你好运常在，丰盛富足，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